男人表面是一名普通的机械师，可暗地里却是个顶级杀手，不仅每次杀人于无形，甚至他的目标都会死于意外，同时也包括眼前这个毒枭。他只是在自家泳池里游泳，就被藏在水中的男人勒死。虽然保镖看出了异样，但男人却在水中摆动尸体，并且伪造出毒枭游泳的假象，显然成功骗过楼上的保镖，但还是被经过的女佣发现。正当所有人慌忙打捞尸体时，他却早已潜入隔壁的设备间，不仅换上提前准备的佣人服装，还趁机从厨房后门逃脱。第二天，他得到毒枭溺水而亡的报道，便驱车来到咖啡馆，等待接应人老白。然而老白不仅是杀手组织的2号人物，还是男人在组织内的领路人。通过长期的默契配合，他们也成为了良师益友。老白主要负责所有情报搜集，而男人则负责执行任务。不料老白这次突然想隐退江湖，这也促使他将失去搭档。此时男人想起老白的儿子，希望他能接替老白，可老白却恨铁不成钢，觉得儿子根本无法胜任。无奈男人只好拿着赏金回家，但很快他又接到新的暗杀指令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目标人物竟是搭档老白。男人很是疑惑，于是打电话询问总部信息情况，可对方答复准确无误，这也迫使男人不得不约见老大迪恩。谁曾想迪恩告诉男人，半年前组织曾接到一笔最高金额委托，并且他们花了6个月布局，甚至还派遣了5名顶级杀手前往南非执行这项任务。可在他们发动暗杀前，所有人员竟全部被灭口，这让组织内部怀疑有人泄露消息，而知道消息的人却只有迪恩和老白，并且2周前在老白海外账户上意外转入了2000万美刀，因此确定泄密者就是老白。由于老白已经被判组织，所以才会获得组织下发的暗杀令。此时男人还想找老白谈谈，可敌人说这事已成定局，并且必须在2天内干掉老白，不然他就派其他人动手。作为顶级杀手的男人，明知道在执行组织任务时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情感，但老白毕竟是自己的良师益友。可看着眼前的调查报告和老白提出隐退的奇怪举动，促使他不得不相信组织的决断。最终男人拨通了老白的电话。 Get out of the building, Harry. Arthur? They're coming for you tonight. Who's coming? Dane. 根据男人的指示，老白拿起剪刀和硬盘，还有那把最爱的手枪，按照男人的指定路线撤离。随即他用剪刀切断楼层电源，就是为了躲避保镖的监控。然后他坐上逃生电梯，到达大楼的负1层，并顺着滑梯快速滑下，紧接着进入唯一的逃生通道，再通过几十级台阶，成功逃进隔壁大楼的停车场。令老白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车竟停在这里等候多时，还伪装成被抢劫的模样。 My van's here. I left it now. 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老白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原来男人之所以让他按指示逃跑，就是为了躲避自己的保镖，然后伪造事故现场，便可成功完成暗杀任务。男人表示事实就是如此。随后老白掏出爱枪，对着男人说出这把手枪的来历，并毫不犹豫地指向汽车。在连开数枪后，他将随身33年的宝贝递给男人。男人向前拿过手枪，显然老白并没有抱怨男人，而是安慰他并没有错。 Why didn't you kill me? And just send somebody else. I would rather it was you, Arthur. I have to live with it. 在2人不舍的眼神中，男人最终还是扣动了扳机。虽然老白已经死了，自己也完成了组织的任务，但他内心非常内疚。然而在老白的墓碑前，一个男子忧虑地抽着香烟，他就是老白那个扶不起的儿子。可就在他临走时，却遇到了等候多时的男人。此时向来叛逆的小白却显得异常成熟。当他们回到老白家后，小白则开始变得异常悲伤，因为父亲留下的奖章让他回想到太多关于父亲的往事，这也导致他想为父报仇，并且杀光所有的劫车贼。可男人表示，那么多劫车贼，只靠你一个人又怎么能杀光呢？显然此时的小白不想管那么多，但男人心里很明白。就在男人准备离开时，小白却突然叫住了他。 What kind of person shoots someone in a wheelchair anymore? 听完小白的拷问，男人则愧疚地离开。这晚小白过得很是悲伤，他不断喝酒麻醉自己，甚至胡乱开枪发泄。最终他还是无法控制情绪，将车停靠在父亲出事的附近。果然他就被人盯上。经过2人简单的闲聊，对方竟掏枪指着小白，并让小白交出手中的汽车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小白正在扮猪吃老虎，故意拿自己当诱饵，让引诱劫匪上钩为父报仇。就在他准备开枪时，男人却突然出现拦住了他，不仅将劫匪赶走，还一把将小白拽进车内离开。显然小白也觉得自己鲁莽。第2天他再次找到男人，并想让男人教自己本事，可男人却继续装傻，还表示自己机械师的本事，网上到处都是教程。显然小白知道他在糊弄自己，于是告诫男人，这是父亲欠自己的，也是男人欠自己的。显然男人并没有答应，但回到家后的男人看着老白的照片，最终还是给小白打去了电话，并决定将本事倾囊相授，还约小白在一家宠物店见面。很快2人准时赴约，紧接着男人就丢给他一张照片，并让他先领养一条狗狗，不仅要好好照顾狗狗，还要每天在固定时间带着狗狗去一家咖啡馆喝咖啡1小时，然后剩余时间和男人一起训练各种枪械射击，不管是步枪还是冲锋枪，都要练到极致。除了训练枪械知识，还要对各种保险了如指掌，因为里面收录了几百种意外死亡方式。
很快，小白完成了所有要求，同时也迎来了第一场实操训练。只见两人刚进房间，男人就用现金获得了对方的信任。可就在对方数钱的功夫，他就迅速将绳子勒住脖子，直到对方彻底咽气，然后再拖动尸体，并挂在房门上，伪造成上吊自杀的情景。如此简单的骚操作，也让小白学会了不少。随即，男人给小白安排了一次实战任务，就是他每天喝咖啡都会遇到的男人。别看他身材魁梧、呆头呆脑，但心思极为缜密，并且真实身份也是一名机械师。但可悲的是，他有2个非常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喜欢狗狗和年轻的男人。恰巧小白就是他的菜。随着长期的沟通和交流，对方就邀请小白来酒吧狂欢。可就在对方离开时，小白则拿出了男人给的镇定剂，只需要3滴便可眩晕，一旦超过6滴，就算是一头大水牛，也会在3分钟内停止心跳。由于对手方身体强壮，所以男人建议小白止渴止取，但小白却藏起了镇定剂，想像男人一样快速干掉目标。然而这一举动将让他彻底后悔。很快他跟着对方回了家，就在你侬我侬的状态下，小白学着男人的样子勒住他的脖子，殊不知他低估了对方的实力，一个过肩摔便将小白甩出百米。爬起身的小白还能反击，可对方反身扛起他就是一顿乱丢，直到把他丢进厨房，他才找到啤酒进行还击。可这都是徒劳，毕竟对方也是顶尖机械师。好在他发现了桌上的螺丝刀，对着腰子不停乱刺，这才缓解了对方强大战斗力。但实力根本不是盖的，一脚将其踹飞。此时小白还想继续挣扎，对方则紧随其后。突然小白的一个转身，将对方干倒在地，就在此时抓住机会不断攻击，最终将其击杀。显然这次任务得不偿失，同样也遭受到男人的谴责。很快男人就收到一个包裹，里面不仅装着现金，甚至还有一个小联通电话，按着指示他回拨了过去。对方正是组织老大迪恩，他谴责男人不该找外人执行任务，并且他还猜这个人就是老白的儿子。男人表示他只管完成任务，而具体是谁执行的并不重要。随后他拿出新的任务文件，并且2人对其进行研究讨论，最终决定用肾上腺素杀死目标，因为只要向心脏注射12毫升，就可在3分钟内夺取他的性命。即使救援人员及时赶到，使用的升压剂也将与肾上腺素融合，并产生剧毒导致死亡。随即他们提前来到目标人的酒店，并在套房内安装多路探头。很快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，随后通过通风管道来到套房的墙壁夹层，利用监视探头勘察房内情况。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，目标人物竟是个瘾君子，他所注射的药物会抵消肾上腺素的作用。由于任务时间紧迫，他们不得不趁机潜入房间，利用保镖出门的间隙，把监控探头直接塞入他的喉咙。很快目标因缺氧而窒息。就在他们刚刚离开，返回的保镖这才发现老大已经死亡。本以为是药剂太强导致，却因为小白的一个不小心踢翻了脚边的扳手，促使一枚螺丝缓缓滚出风口。这也让保镖看出了异样，便安排另一个人上前查看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，小白掏出手枪以防万一。果然保镖要求去下镜子查看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枪林弹雨，2人彻底被迫压制。随着一名保镖的进入，男人也不得不语气沉了。在快速解决完几名保镖后，他捡起地上的手枪反击，最终还是顶不住火力破窗，奋力逃脱追捕。而小白却利用地形优势和其他保镖打起游击战。好在这些保镖都是一些弱鸡，2人才成功会合。紧接着套上准备好的绳索，一跃跳下300米高楼，并且成功进入预定房间内。如今暗杀行动变成刺杀行动，2人不得不分头撤离。就在男人准备乘飞机离开，却无意间看见本已死亡的队友，这让他不敢相信现实，于是紧随队友身后。眼看队友上了大巴车，他也不得不跟着上车。 When does this leave? In 15 minutes. Doesn't give us much time then. 很快队友也认出了男人，经过男人的详细盘问，队友最终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的假死都是敌人一手操办，可由于老白负责调查事件，才将所有的罪名嫁祸给老白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敌人最终决定将老白除掉。得知真相的男人怒火中烧，没想到自己竟被小人利用，亲手杀害了自己的良师。很快他便将队友快速解决，心中复仇的怒火已经冉冉升起。正当他准备乘船赶回家，却发现看守船只的老头消失，这也让男人察觉到异常。突然一辆大车飞速停下，下车的3人开始到处搜索。解决完几人后，他立马拨通了迪恩的电话。听到男人的声音，迪恩也不慌张，还声称解决男人得多派几人，可男人表示会亲自去找他。随后男人立马给小白打去电话，显然小白也被杀手控制，但他们通过密语沟通，小白便把手伸进了沙发。等2人会合后，男人让其将装备全部搬上快艇，可就在搬运时，不小心打翻了好用的箱子，这也被他看见父亲的手枪。此刻小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就在他们出发的路上，小白还是忍不住提出灵魂拷问 You ever think about the people you've killed? No. You ever kill someone you know?
Yes. 显然小白证实了自己的猜想，同样男人也听懂了小白的问题，但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，而是先找到陷害自己的迪恩。很快他们潜入迪恩保镖的住处，小白一枪就打穿保镖膝盖，眼看保镖依旧嘴硬，不肯交代迪恩的具体住址，男人一把抓起他女儿的手臂，然后打开粉碎机开关，逼迫保镖说出他想要的信息。谁料保镖根本不在乎女儿，于是用力将手伸进粉碎机，这令保镖不得不说出准确地址。还好这只是个假象，不然又是一个无辜的少女。很快迪恩接到一个电话，是男人打来的，他询问着老白的命值多少钱，可迪恩却嚣张地说男人已经领不到了，因为他已经发出高额悬赏令刺杀男人。殊不知男人提示他已经来了，于是他看向电话屏幕，立马开始惊慌起来，命令所有保镖保护自己离开大楼。殊不知这都在男人计划内，他只是借用设备入侵了电话网络，并且蹲守在楼下等待迪恩。随着迪恩的车队驶出车库，等候已久的男人通过微型监控发现了迪恩，立即加速开车飞出，瞬间将火车撞翻，然后下车对着保镖移动火力输出。等解决完所有保镖，他爬上一辆工程车，撞开所有阻挡车辆进行追捕，而另一边的小白则抢下一辆公交车，快速拦截迪恩的去路。此刻迪恩还想继续挣扎，殊不知旁边的叉车直接刺穿轿车，并将其高高举起，然后猛地一翻。眼看半死不活的迪恩探出车窗，两人还不犹豫地将其射杀，那种复仇的感觉别提多爽。回程的路上，男人向小白道歉，但小白表示自己并没放在心上。可就在他们停车加油时，小白故意将汽油洒满车身，然后悄悄离开。最后小白挥手掏出父亲的手枪，一枪引爆整个皮卡车。本以为已经复仇的小白，竟再次回到男人住所，并且开走了男人那辆最爱的跑车。还不等他开出多久，副驾驶的纸条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如果你看到这个，你就死定了。